想轻松玩游戏是很正常的，但你其实可以玩得更好。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你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而已。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玩游戏的风格，有的人只希望可以通关就好，有的人却可以把玩游戏弄得像拍电影一样。常常会听到有人问，反应力不快的话，是否可以玩某个游戏？事实上，人与人之间的反应力差距没有很大，只要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，就可以弥补反应力的差距。道理就在于，如果可以预先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，心里预先做好准备，再经过反复的演练，自然可以在事情真的发生时，快速做出反应。之前在介绍玩射击游戏的技巧时，提到要用零式系统训练法来假想敌人出现的可能性，再让自己进入 zone 来让大脑可以及时处理这么多可能性。只要可以进入 zone， 就可以大幅提升反应速度。在进入 zone 之前，想的是这个地方可能有敌人；在进入 zone 之后，想的是希望这个地方有敌人。反应力差的人同样可以在多人对战中对抗其他反应力好的人。如果别人也进入 zone， 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一般动作游戏跟多人对战游戏不同，动作游戏中，头目的攻击模式变化是有限的，不像多人对战充满不确定性。所以就算不进入 zone， 也可以有效应付头目的攻击。就如同这段动画呈现的境界。譜面が完成した！勝ちに行くぞ！読めてんだよ！てめえの汚い歌はよ！这边所提到的谱面是指看穿敌人的所有攻击模式，并且设定各种应对方式。在敌人发出攻击时，再根据谱面上设定的应对方式来实际执行。这个谱面就是一整串的规则，也是我在之前制作各个狩猎解说影片里提到的方针，只是没有很详尽。一般玩家在游玩时心里一定也有在思考如何应对敌人的攻击，但是却还是常常失误，在失误后可能还会喊我又贪刀了。这是因为没有用有效率的方式来制定规则，就算心里有想法，实际游玩时还是会充满随机性，最终可能要靠碰运气的方式来过关。接下来开始介绍如何制定谱面里的规则。每一条规则主要分为2个部分：玩家眼睛看到的情况，也就是条件；玩家该采取的动作。简单举例来说，看到黄雷龙用翅膀横扫，采取的动作就是进行闪避。这条规则已经是处于不败的位置，但是可以再强化这个规则。双剑玩家可以透过精准闪避来触发鬼人闪身状态，而黄雷龙用翅膀横扫的攻击又很容易连续发动，所以规则可以再细分成如下：看到翅膀横扫时，往翅膀进行闪避；看到翅膀再次横扫时，往另一边进行闪避。这样的规则就可以不需要每次都进行精准闪避，会更容易成功执行。也可以保有一定的几率来触发鬼人闪身状态。动作的部分同样可以再次强化，除了闪避以外，再加上按3角来对脚步进行追击。因为翅膀横扫后产生的攻击空档比较短，差不多就是进行追击所需的时间。而对脚步进行追击，有可能诱使黄雷龙使出尾巴下压攻击，这时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。条件是看到尾巴下压，采取的行动是往黄雷龙前方闪避，并进行鬼人连斩的连段。因为尾巴下压会产生比较大的空档，所以这时可以稳定施展鬼人连斩。同样道理，看到翅膀下压也是进行鬼人连斩。
当黄雷龙在地面发出大招时，移动到翅膀位置进行鬼人连斩。当黄雷龙在空中发出大招时，连续2次闪避离开正前方，并进入集中模式。集中模式看到头目出现弱点，就进行伤口破坏；没看到弱点，就进行鬼人连斩。双剑玩家还需要注意补充鬼人强化量表，所以上述规则都要再加一次条件。当强化量表偏低时，同样的动作要从鬼人连斩改成鬼人6连斩。因为魔物猎人荒野的视角锁定效果不强，所以动作后面可能还要加上按 L1 来重置视角。除了魔物的攻击以外，魔物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行为。例如黄雷龙打擂的时候，可能这样边转头边移动，这会产生很大的空档让玩家攻击，同样也可以针对这点来制定规则。对付黄雷龙只要这几条规则就可以顺利狩猎了。只要制定更多详细的规则来针对其他攻击，要做到无伤狩猎也是有可能的。接下来以人王3体验版的蛇骨婆为例，看到双手举杖的攻击时，往旁边闪避并进行攻击。同样是举杖的攻击动作，产生的空档却不一样。单独进行一次的话，空档很小，攻击动作就只够1次速攻击。但是连续施展的时候，从第2次开始就会增加空档，所以要修正规则。当第2次施展时，可以进行2次速攻击。目前看过最多连续施展3次，第3次施展时可以进行1次速攻击加上落叶斩。当红蛇从左边甩过来时，往左边进行闪避，并进行1次速攻击加上落叶斩。当红蛇从右边甩过来时，同样也是闪避，再进行1次速攻击加上落叶斩。当白蛇往后举时，会连续进行左右横扫，所以要往左前方进行1次闪避。为预防闪避距离不够，要在闪避后按住防御来提防第2击。顺利的话，就会完全离开攻击范围，然后进行2次速攻击加上落叶斩。遇到红光大招时，则是进行转心来反击，然后进行2次速攻击加上落叶斩，最后可以再补上守护灵特技。蛇骨婆的攻击大都是属于先停顿再快速发动，如果不仔细看到发动的瞬间，就很难触发精准闪避。为了避免因太贴近蛇骨婆而无法看清楚整体动作，所以类似魔物猎人的重置视角，除了用特技拉开距离以外，后面都要加上匣来拉开距离。能掌握这几条规则，也足够顺利打倒蛇骨婆了。顺便说一下，之前制作的《三国无双》起源影片中，虽然我可以用精准防御来反弹吕布的攻击，但是当吕布被打飞后，要施展发出剑气的攻击时，我会使用虎口这个100%招架的技能来化解。原因是在距离被拉开后，剑气攻击的反弹时机会改变。为了减少失误的几率，才改用虎口来招架并拉近距离。很多人的通病是在进行攻击时，心里会只想着要完成攻击的连段，等到注意到敌人展开攻击时，就已经太晚了。须知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时，不足胜有余。在进行动作时，同时也该分一半注意力继续观察。例如蛇骨婆有几率在一些特定攻击之后，马上发出红光大招。原本这时的动作是进行闪避后1次速攻击加上落叶斩，但是在按下速攻击时看到红光大招，就要马上改成转心。
接下来这个例子是来不及改成转心，但是进行完整连段后，还是勉强施展出转心了。这是因为制定动作应该要保持空间容错，玩家可以在一开始以保守风格为主来制定要采取的行动。如果来不及攻击，就以防守为主。等熟悉后，就可以制定更具有攻击性的行动，能达到攻守合一是最高境界。例如魔物猎人的双剑，玩家借由精准闪避可以触发鬼人闪身状态。人王3的忍者在闪避到敌人后方时，从背后攻击可以提高伤害。玩家就应该把这些加入到行动里。不管是之前魔物猎人的狩猎解说，或是其他游戏的头目战攻略，我都不会清楚说明我采用的所有规则。原因是其他玩家不需要跟我使用相同的武器或是玩法。玩游戏应该是要可以照自己的喜好来玩，而不是为了打倒某个头目就更换武器或是角色职业。我说明的是基本原理，玩家可以利用这原理来制定适合自己的规则。特别是我平时白天要上班，不可能及时做出新游戏的头目战攻略。如果玩家可以自行完成谱面来打倒头目，就可以不用等我制作攻略了。能够靠自己思考来打倒头目，这样获得的成就感会更大。而且强化思考能力，对日常生活的一切也会有帮助。对我来说，玩游戏不是只有玩乐，同时也可以领悟道理，并套用在人身上。这次就介绍到这边介绍的所有规则范例，前提都是要可以做到闪避敌人的攻击。想要练习精准闪避，可以参考之前介绍用 YouTube 来练习精准闪避的方法。还有一件趣事是，之前在对付只狼的伪名一星时，因为我太过于专注在长枪的攻击，当伪名一星突然举剑停顿时，我忘记这条规则而呆住了。不过当时还是自动采取行动进行闪避。在反复演练这些规则的过程中，有些事情会刻入潜意识，就算脑袋没有思考，身体也会自动做出反应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应该是达到这境界了。あれこそが完全なる身勝手の極意。